嗨，欢迎打开 Chris 的知识漂流瓶。今天呢，我们要来深入聊聊一个蛮有意思的主题哦，好运之浪与心念回力镖。书里谈到，我们的生活好像，常常受到一些看不见的力量影响，对不对？有时候觉得，事事顺心，很顺呢，但有时候又觉得，怎么那么多阻碍，困难重重，感觉自己的人生好像，不是完全自己能掌控的。没错，没错，这种感觉我想很多人都有啦。这次我们就是要来看看，书里面是怎么解释这些所谓的好运跟障碍。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摆脱那些老是扯后腿的负面干扰，就是书里说的那个摆锤啦。然后还要学习主动去靠近那些，真正对我们有利的好运之浪。好运之浪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悬呢。书里说这不是什么空想，而是真实存在的哦，是对你有利的生命线。听起来好像是，一旦搭上了这班车，就能一路顺风这样。对，你可以这样想象啦，就是在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空间里面，有好几条，像是黄金路线一样，那就是好运之浪。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像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那个摆锤，它不需要吸你的能量，它也不会强迫你说，你一定要走哪一条路。它比较像一股温柔的海流，静静的在那里。重点是你得有意识的去选择靠近它，接受它。啊，选择？对，选择它才会顺势带着你走。哦，原来好运是需要被选择的，不是说，天上掉下来的礼物。那我要怎么选呢？怎么知道好运来了没？书里面有提示哦。他说，好运常常是以好消息或者是一个小确幸的形式出现，好像是从更好的生命线那边传过来的一个讯号。关键就在这里了。当第一个好运的讯号出现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打从心里去感受那份喜悦？这个直接关系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啊，所以这就接到书里面另外一个很核心的概念了嘛，那个思想回力镖。意思是说，我对第一个好运的反应会像丢那个回力镖一样，决定了后面是吸引更多好运来，还是把它们推开。正是如此。这点超关键的。你的内在感受，特别是你对好运的那个及时反应就像一个调频器一样，它会瞬间调整你现实的那个频率。如果你能放大沉浸在那份喜悦里面，这个高频震动就会吸引更多同频的好运过来。反过来说，如果你忽略它、怀疑它，或者马上就被一些负面的想法拉走，那就像把回力镖往坏的方向丢出去一样，你会越来越靠近那些你不想要的结果了。书里那个讨厌房子的例子就很生动，就是说，如果我超讨厌我现在住的地方，心心念念都是它的缺点，就算我搬了新家，很可能还是会遇到什么漏水啊、壁癌啊那些鸟事，因为我散发出去的那个抱怨频率没有变。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想改变外在的现实，你得先调整内在的频率。书里建议试着去欣赏、去感谢你目前拥有的，就算它不完美，至少它帮你遮风挡雨了，对不对？对了。然后呢，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真正渴望的事物上面。与其一直抱怨旧房子，不如开始想象你理想家园的那个样子。甚至可以去逛逛家具店看看喜欢的装潢风格让自己先泡在那个渴望实现的频率里面。了解了解，这个频率很重要。但书里面花了蛮大的篇幅在讲那个摆锤，听起来好像一个大反派一直想要把我们从好运那边拉开，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摆锤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破坏性的集体意识能量体。它的存在目的其实很单纯，就只有一个：吸取追随者的情绪能量。像是什么？像是愤怒恐惧怨恨甚至是那种非理性的狂热崇拜，这些都是它的食物。对，它本身不创造任何东西，只会消耗。书里面提到，像是一些激进的组织引发对立的那种狂热粉丝团甚至某些看起来好像很正面，
但过度强调规则，让人产生依赖跟束缚感的那种社群，都可能形成摆锤。啊，连那种看似正面的都有可能啊，范围比我想象的广哎。所以当我生气、抱怨、怪罪别人的时候，或是陷入某种群体狂热的时候，对，那时候你的思想频率就正好跟摆锤的那个低频对上了，它就能轻易的吸走你的能量，把你导向充满更多麻烦、更多不顺的那个生命线。哎，你本来是有选择权的哦，可以自由选择，但如果你没有觉察到它的影响，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它牵着鼻子走。然后就偏离了那些本来在那边等着你的好运之浪了。哇，那也太亏了吧！那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不被这些摆锤控制嘞？首先第一步就是觉察，你要先意识到它的存在，还有它的运作模式。然后呢，书里有一个我觉得蛮聪明的建议，与其浪费能量去跟那些破坏性的摆锤对抗，因为你去对抗它，其实也是在喂养它能量了。对抗也是。对啊，不如有意识的去选择去靠近那些对你有益的正向结构，像是什么？像是投入可以滋养你的艺术创作啊，参加健康的兴趣社团啊，做点志工服务啊，等等。就好像，你走在森林里面，你可以选择一直注意那些有毒的藤蔓，但你也可以选择专心欣赏路边那些很香的花朵嘛。你的焦点在哪里，能量就往哪里流。听起来关键完全在于我们的能量状态，还有我们的焦点选择。也就是说，负面能量啊、抱怨啊，就是在创造自己的小地狱；而如果我们专注在感恩跟喜悦，就是在打造自己的个人天堂。完全正确。就是这个道理。书里甚至说，每次你遇到挫折或失败的时候，与其沮丧，不如立刻问自己：这件事能教我什么？我怎么样可以从中受益？哪怕你只找到一丝丝正面的可能性，或者是一个学习点，你就能瞬间转换那个能量，从负面的生命线跳到另一条更有希望的线上。如果你能够深信凡事发生必有其利于我之处，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超级强大的能量转换信念了。这听起来真的很棒。但说实话了哈，负面反应常常是瞬间的、习惯性的，要改掉这个感觉好难哦。没错没错，这个我知道。所以啊，书里最后才特别强调要刻意练习记住这个动作。摆锤最擅长的是什么？就是用各种生活中的小事来挑衅你，触发你那个习惯性的愤怒啊、沮丧啊、抱怨啊的模式。所以记住是指说，在那个情绪被勾起来的瞬间，要立刻在心里喊暂停，然后意识到这是摆锤的伎俩了，想骗我的能量，是这样吗？对，就是这个意思。你抓到重点了。当你能这样记住的时候，就像是突然从梦里面醒过来一样，你看清楚了摆锤的那个把戏，你就能从那个自动反应里面抽离出来，不会再被它牵着走了，也不会再傻傻的供应能量给它。当你记住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平静跟好运的时候，你就等于是重新拿回了方向盘，然后稳稳的站回那个好运之浪上面了。哇，这个听起来真的需要刻意练习耶，要练到变成直觉反应才行。当然啊，这是一定要的啊。书里面用了那个市场摊贩的例子嘛，他们不是会有一些开运的小仪式吗？比如说给第一个客人特别折扣啊，或者用收到的第一张钞票去拍打所有的商品啊。嘿呀，好像有听过。重点其实不是那个仪式本身有多神奇啦，而是这些动作帮助他们调整心态，帮助他们进入那种今天生意会很好的那种成功的频率。是调整频率用的。对，只要他们带着信念去做，这些行为就能启动正面的思想能量。这种记住啊，还有调频啊，是需要持续练习的，把它内化成一种生活方式。好了，那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今天探索的重点好了。好啊，首先那个好运之浪它是真实存在的哦，它是等着你的有利的生命线，关键在于你的选择跟调频。
再来，用喜悦的心情去迎接第一个好运，是启动连锁好运的关键。这就是那个思想回力镖的正面应用嘛。然后呢，要警惕摆锤这种能量吸血鬼，它会透过挑衅你的负面情绪，把你拉离好运。当你摆脱对摆锤的那个无意识反应时，你就夺回了自由。对，你的思想跟能量状态决定了你体验的是个人的天堂还是地狱，这点很重要。最后啊，要养成记住摆锤剂量，并且时时刻刻校准自己频率的这个习惯。虽然需要练习啦，但这会让你成为自己命运真正的舵手。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对怎么吸引好运啊，避开那些负能量啊，有更清楚的认识，也有一些实用的方法。或许你可以思考一下哦，如果你的内在状态真的能及时调整你所处的生命线，那么此刻一个微小的焦点转变，可能会为你的明天带来多大的不同呢？这确实是值得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的问题哦。没错，别忘了把这瓶知识飘向下一位朋友。咱们下一集见喽，拜拜。